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本来还想要精心布局架空那两个老不死的，没想到许之夏一死，他们便伤心欲绝，主动交权，最后还自己了结了性命。许之夏一死，这许家就都是我们的了。许之夏那个蠢货，估计到死都不知道，你呀，根本就不是我的表妹。原来他们根本就不是表兄妹，他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，从一开始就是偷着我的家产来的。还是你聪明啊，让张海涛那个蠢货动手，我们两个干干净净的。许之夏真的是蠢到家了，居然认为我们真的是表兄妹，还把我当亲妹妹，掏心掏肺。他何止是好骗子，简直就是蠢的可恶！提前让你服下堕胎药，再把锅甩到他身上，再挑唆张海涛对他动手，这出戏演简直就是天衣无缝。原来自始至终都是他们不能去。妈妈，是我害了你们，是我眼下想起了这对狗男女的鬼话，让你们该饿死。可是我们的孩子终究是没了。一个孩子而已，算什么？以后啊，我们还会再生好多好。只要铲除了许之夏这个绊脚石，分掉了许家的家产，这一切就都值了。陈景明、李梦瑶，若有来世，我定要让你们血债血偿，身败名裂，不得好死！这不是上一世陈景明那个畜生拉我出来旅游，半路车被拍，临时租下了那栋别墅吗？嫂嫂，嫂嫂，我们在屋里闷了一整天了，反正一时半会也出不去，我们去楼下散散心吧。李梦瑶、陈景，既然老天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，那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你们尝一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好啊，那把景明和妹夫叫上吧，4个人一起，热闹。不要嘛，嫂嫂，人家只想单独跟你去。上一世就是被这副无辜模样骗得团团转，这一世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演完这出好戏，好不好嘛，嫂嫂？就我们2个。好啊，走吧。许之夏，今晚就是你的死期，许家的一切都会是我和景明哥的。来了，上一世的戏码该开场了。谢谢你，嫂子，幸亏你及时救了我，不然孩子可能就保不住了。不客气的，妹妹，下次走路啊小心点儿，你这怀着孕呢，要是不小心摔流产了，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他怎么知道我的计划？许之夏，你这个毒妇居然敢对梦瑶下黑手！许之夏，你这个毒妇居然敢对梦瑶下黑手！你没事儿？没事儿，多亏嫂子及时救了我，不然我的孩子可能就没了。上一世你就是这样冲出来，不分青红皂白指责我，原来早就躲在屋里等着看戏。老公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好心救了妹妹，反倒成了毒妇。老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刚刚听到了梦瑶的叫声，以为是你推了她，我一时心急才口不择言了。妹妹刚刚叫了一声，你就跟装了弹簧似的冲了出来，速度够快的呀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早就在门后蹲守，等着抓我个现行呢。我开个玩笑，你们2个那么紧张干什么？不是说要出去散心吗？走吧。梦瑶，你怎么了？刚才受惊了，孩子好像提前要生了。
这荒郊野岭的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车胎又爆了，手机信号时有时无，救护车根本救不到，这怎么办？嫂子，你不是医生吧？要不你帮我接生吧？我只是一个中医康复科医生，不会接生啊。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老婆，你作为一个医生，难道你忍心看到一个病患一尸两命吗？烦死了！大半夜的吵什么吵？连个安稳觉都不让人睡。来的正好，有外人在，我看你许之夏还怎么推脱。大姐，您来评评理。我的表妹突然早产了，这荒郊野岭的，车又爆胎了，我老婆作为唯一一个懂医术的人，她却死活不肯帮忙，这可是2条命啊！妹子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你好歹是医生，能搭把手就搭把手吧。姐，不是我不想帮忙，中医康复科和产科完全是两码事，我要是瞎操作，会闹出人命的。好疼！嫂子，我求求你了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你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我去死吗？妹子，再怎么说你也是当嫂子的，这叫天天不应的地方，你就伸手帮一把，积点德啊！这老板娘心软，又爱打抱不平，正好当我的助攻。姐，她根本就不是我老公的表妹，她就是个小三儿。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他们的野种，他们就是冲着我的家产来的，现在还逼着我救他们的孩子，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呸！这对不要脸的狗男女！我老公就是被小三给勾走的，我这辈子最痛恨这种烂人。妹子，你放心，今天姐帮你，看他们还敢耀武扬威！许之夏，你磨磨蹭蹭什么呢？快点来帮他！梦瑶马上撑不住了，你怎么这么冷血？冷血的是你吧？这妹子一个康复科医生，你让她接生，她懂什么接生啊？这不是把人往火坑里推吗？我瞅你这么紧张别人的老婆，这孩子怕不是你的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梦瑶可是我的表妹，谁知道到底是表妹还是见不得光的亲妹妹？你这老家伙，你在这胡说什么呢？血，好多血！我的肚子！老婆，你快来帮忙啊！他快要受不了了！急着让我去接生，上一世的阴谋还想重来？我的心脏好痛！妹子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姐啊！我心脏病犯了。老婆，你刚才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心脏病发？你是不是装的？你也瞎啊！他疼得额头都冒汗了，这明显就是你气的。许之夏，你根本就是装的，你就是不想帮梦瑶接生是不是？自己老婆不管，围着别的女人转，你这老公当的真不是个东西。一个外人在这多管什么闲事啊？这是我刚认的妹子，我还就管定了。呸！渣男！老婆，你再忍一忍，梦瑶要撑不住了，那是一尸两命啊！你的命能扛啊！上一世我求你救我的时候，你就是眼睁睁看着我被推下去。这一世，我就让你亲眼看着李梦瑶和她的孩子一尸一命。人让开！你还是人吗？自己老婆都快疼晕了，你还让她忍？你真不是个东西！老婆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老公，我们的儿子保不住了。孩子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可我不小心，孩子好像要提前生了。这荒郊野岭的，没人接生。许之夏，你不是医生吗？快给我老婆接生！老公，你不要为难嫂子，不要。演的还真像。张海涛，你这顶绿帽子戴的可真结实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我肯定让嫂子给咱们接生。这张海涛可是个暴力狂，许之夏，今天你必死无疑。
我儿子今天要是没了，我让你给我陪葬！我儿子今天要是没了，我让你给我陪葬！这张海涛是四肢发达同胞全的俘获，第七幼团儿子。要让人知道，孩子是李梦瑶认真亲手害死的，就有好戏看。好，我就妹子，你真的要去吗？你心脏还不舒服呢，这对狗男女不值得你去冒险。别担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姐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你说，只要我能帮你的，我一定帮你。嫂子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让我去死的。妹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嫂子，我相信你。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！我儿子要是有事，我饶不了你！不好，孩子心率过低，胎儿可能保不住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生出产检还好好的。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母体服用了堕胎类药物，导致胎儿心率骤降。老公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吃。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孩子，我怎么舍得让他去死呢？老公，你没吃，没吃孩子怎么会这样？你到底背着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海涛，冷静点，说不定是肢下误诊了。再看看，也不一定是堕胎类药物，很有可能是母体过分吸收营养，把胎儿的营养都给抢光了，导致孩子在宫内发育不良，心率过低。李梦瑶，我让你给我好好养胎，你就是这么照顾我儿子的？老公，我没有。嫂嫂她只是个康复科医生，她不一定懂产科呀。妹妹，我虽然只是个康复科医生，但是把脉诊胎气是基础的医学常识，我还不至于不懂。我掐死你！我儿子要是没了，你也别享福了！我儿子要是没了，你也别享福！正是，我就是这样的胎人，都想用胎，所有人应对以后，怎么别让你们海涛，住手！快住手！孩子还能活，你不能再犯错了。老公，你放手。放上你不过没关系，好戏才刚开始，我还要看你这里怎么逃离这去了。快想想办法，必须保住我儿子！办法是有，但太冒险了。什么办法？你快说！只要能保住我儿子，砸锅卖铁我都认。现在只能立刻就地接生，不过目前的情况已经凶狠到了极点，孩子和大人只能活一个。什么？只能活一个？母体还在吸收孩子的营养，现在只能强行把孩子取出来，孩子才有无限生机。不过这个地方连基本的输血设备都没有，大人产后必定会大出血，必死无疑啊！老公，保大，我求求你保大，孩子没了我还能再生，可是我不想死。保孩子，必须给我保孩子！老公，你怎么那么狠的心啊？你不顾我死活了吗？老婆，你不是一直想要我们爱情的结晶吗？你再忍一忍，把孩子生下来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的。我不要生，我不要生，我们以后还能再生的，把孩子给打了吧。不能打，我以后都不会有孩子了。今天这个孩子，生也得生，不生也得生。等等，这荒郊野岭的，怎么接生啊？你这是把2条人命当玩笑？对，老公，这附近连什么医疗设施都没有，万一一尸两命怎么办？咱们先不要冒险，先把命保住要紧。都什么时候了，再拖多1秒，孩子就少1分生机。现在母体还在吸收孩子的营养，这种生死关头还讲究什么呀？咬牙扛一下就过去了。
再晚，孩子就真的保不住了。别废话，快协商！今天谁要是敢拦我，我跟谁拼命！今天谁要是敢拦我，我跟谁拼命！嫂子，我不要生，你帮我把孩子给打了吧。妹妹，这个孩子可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他也是我的亲外甥，他还没有见过这个世界的精彩，我怎么忍心就让他这么没了呢？你放心，这个孩子，我跟景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。你根本就没有帮别人接生过，嫂嫂，我不想死。事到如今也没有其他选择，我确实没有帮别人接生过，但是没吃过猪肉，总见过猪跑吧？你放心，这个孩子我有信心能保住。嫂嫂，我求求你，我不想再生了，我想活。你有堕胎药吗？求求你，你帮我把这个孩子给打了吧。妹妹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妹夫可是张家的独女，这个孩子是张家最后的血脉，你把孩子打了，那妹夫以后怎么办呀？老公，我们去领养一个孩子吧，我想活。你有自己的亲骨肉，我为什么要领养别人的孩子？今天这个孩子，你必须得给我生！许之夏，动手！老婆，住手！她可是我的妹妹啊，你不能这么对她。老公，我知道梦瑶是你的好妹妹，可是她肚子里的孩子不也是你心心念念的好外甥吗？难道你就忍心看她还没有见过这个世界就这么没了吗？给我滚！今天你要是敢拦我，别怪我不让你见个狗！给我安分点！别当我儿子出生，以后我扒了你的皮！妹妹，这荒郊野岭的，别说血库了，就连个正经的诊所也没有。你今天恐怕是神仙也救不了你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个孩子我一定会帮你保护。孩子早就死了，他死透了。孩子早就死了，他死透了。啊！妹妹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这个孩子怎么会？什么？你给我说清楚，孩子怎么没呢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孩子早就没了，我早梦瑶，你不能因为保孩子而撒这种谎啊！别说话。对呀，妹妹，我知道你怕疼，不想冒险，但是这个孩子是你的亲生骨肉啊，你怎么能咒他呢？不能再拖了，再晚这个孩子就真的保不住了。别废话，赶快动手，赶快接生，救我儿子！嫂嫂，我一直把你当做我亲姐，你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我去死吗？妹妹，正因为你把我当做亲姐妹，我才不能让你白受这怀胎10月的苦啊！只有保住这个孩子，才能让你彻底解脱。嫂子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死。救你？今天我就让你好好尝尝被爱人背叛、被丈夫逼死的滋味。妹夫，要不算了吧，梦瑶也算是我的妹妹，实在不行，你们以后领养一个吧。对啊，妹夫，现在重要的目的是保住梦瑶的命要紧啊！今天李梦瑶就算死了，我儿子也必须活！你不帮忙接生，我自己来！老公，我好疼，快把孩子给打了吧，我撑不住了。老婆，你再忍一忍，孩子生下来就轻松了啊！老公，我那么爱你，你不顾我死活了吗？老婆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所以你才帮我们张家保住命根啊！我们全家都会感激你的。我不愿，我不要。老婆，你再忍一忍，孩子生下来，我儿子必须活。海涛，你不能这么做，这可是一条人命啊！你这样做算杀人呢！我儿子的命就不是命，敢挡我，一起死！老公，我知道你跟梦瑶是表兄妹，但是人家妹夫跟他才是一家呀，人家家事你还是少掺和吧。老婆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妹妹去死。这样，我去拦住海涛，你去把我妹妹……嫂嫂，我快撑不住了，你帮我打了这个孩子吧。许之夏，只要你把这个孩子打掉，
张海涛肯定会对你恨之入骨，到时候你还是得死。徐真相，你敢动我儿子一根手指头，我扒了你的皮！让开！敢耽误1秒钟，我让你全家陪葬！妹夫，冷静冷静。敢耽误我儿子，都得死！老婆，快去把梦瑶孩子打掉！嫂嫂，我快撑不住了。嫂嫂，我快撑不住了。妹妹，你别担心，有嫂嫂在，你的孩子我肯定会帮你保住的。只要生下这个孩子，你就能彻底解脱了。许之夏，你是疯了吗？这个孩子不能生，你是想害死我吗？徐之夏，你磨磨蹭蹭的做什么？没看到梦瑶都快要痛死了吗？不但不帮她打胎，还在帮她想着保胎，难道是想看着她死吗？老公，不是我不想帮妹妹打胎，只是妹夫刚刚在晕倒之前可是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帮她保住孩子的。这孩子本就保不住了，今天必须给我打掉，一了百了。可是老公，这毕竟是海涛的孩子，要不还是等他醒了之后，让他自己做决定吧。我们这样擅自做主，万一他醒了怪罪下来怎么办？张海涛醒了，我才是真的死了。许之夏，当初我真的是眼瞎了，把你当做我亲嫂嫂，你根本就巴不得我死。妹妹，你真的误会我了，我怎么能忍心看你出事呢？嫂嫂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让我去死，我就知道你最善良了。你再帮我一次，帮我把孩子给打了吧。嫂嫂，你想想办法，只要你再帮我把这个孩子给打了，等着海涛醒来，我就说是我自己非要打的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嫂嫂，你就帮帮我，你可怜可怜我吧。妹妹，不是我不帮你，这毕竟是活生生的一条命啊，她也是我的亲外甥，你让我亲自毁了她，我下不去手。许之夏，你还在磨磨蹭蹭做什么？要不是你没有接生她，哪会有这么多事儿？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你才是罪魁祸首。早生下来，不过是个没气的死胎罢了。现在倒好，全怪在我头上。陈景明，你讲点道理。要不是你非要拉着我们来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玩，能遇上这些意外？现在出了事情，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的头上，你还是人吗？血，全是血，我是不是要出事了？梦瑶，怎么样？都是血。嫂子，快趁海涛还没有醒过来，快帮我把孩子打了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老婆，刚才是我冲动了，语气有些重，对不起。你看梦瑶，她已经疼成这副样子了，这个孩子，她真的不能再要了，就帮她一次吧。这对狗男女，算盘打得到今天，想让我当替罪羊，做梦！不行，这胎我不能打，这胎我不能打。嫂子，为什么？你刚才不是还劝海涛领养一个孩子吗？现在怎么不肯帮我了？妹妹，你不知道，这打胎的风险到底有多大？万一伤了你的身子，或者留下病根，海涛醒了之后追责起来，我跟景明就算有100张嘴，也解释不清楚啊！老婆，你怕什么呢？有我在呢，出了什么事，我一力承担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妹妹受折磨，你就当行善积德，帮她这一次吧。许之夏今天是吃错药了，平时对我言听计从，关键时刻反倒掉链子。再磨磨蹭蹭，张海涛醒了，那计划就全完了。嫂子，我知道你有顾虑，但是我真的是疼得不行了。你就行行好，你可怜可怜我，帮我一次吧。许之夏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赶紧动手，别耽误时间。要不再等等吧，
等到明天天亮，把车胎修好了，我立刻送你去医院，让医生再给你好好检查检查，说不定还有转机呢。大人孩子都能保得住。绝对不能再等了，他现在血流不止，要是等到明天早上，人早就没了。要是你不愿意，就由我来，我不能看着我妹妹这么受折磨。陈景明，你不能这样，这是杀人，这是杀人！妹夫要是醒了，你怎么跟他解释？少他妈给我婆婆妈妈的！要是梦瑶出了一点事儿，我到时候第一个来找你算账。陈景明，你冷静点，打胎不是小事，万一伤了梦瑶的身子，或者出了人命，我们都担当不起啊！妹夫要是醒了，你怎么跟他说？他这么想要这个孩子。表哥，快动手，别让嫂子碍事。张海涛随时可能会醒来。许之夏，你要是再敢拦我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妹妹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到时候一定会找你麻烦。这是堕胎药，把它吃了，吃了就没事了，到时候你就不疼了。你们竟然提前准备了堕胎药，怪不得你非要拉我们来这个荒郊野岭旅游，原来你们两个根本就是早有预谋。你在这儿胡说什么呢？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，与其让他那么痛苦，不如一了百了。孩子，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呢？我问你，我的孩子怎么样了？老公，你别生气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？是不是为了你自己，把我的孩子害死了？你这个毒妇！你害死了我孩子，今天居然要为他陪葬！海涛，你冷静一点，孩子不是他打掉的，快松手啊！这样耗下去会出人命的。不是他就是你，是不是你是帮凶？是不是你们两个联合起来害死了我的孩子？老公，我是表哥，真的不是他，是他，是许之夏，是许之夏打掉的孩子。在场所有人只有他一个人懂医术，是他在你晕倒之后悄悄给我喂过胎药，把孩子给打掉了。许之夏，我晕倒之前怎么跟你说的？我千叮万嘱，让你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我的孩子。我是不是说过，你但凡敢动我儿子一根手指头，我让你给我孩子陪葬！张海涛，你冷静点，你的孩子不是我打掉的，是李梦瑶她自己执意要打掉了。陈景明为了李梦瑶吃堕胎药，是他们两个联手害死了你的孩子。老公，你别听他胡说，这孩子可是我的，亲生骨肉，我怎么舍得打掉他呢？我疼他还来不及呢。你想想，景明是孩子的亲表兄，怎么舍得害死自己的亲外甥呢？在场所有人，只有许之夏跟这个孩子毫无血缘关系，只有他最有可能会下毒手啊！对，在场所有的人当中，只有你和我的孩子没有关系，也只有你最有可能对我孩子动手。张海涛，你不要被他蒙骗了，你好好想想，在你晕倒之前，是不是只有我一直坚持要帮李梦瑶接生，只有我在帮你保住孩子？我儿子到底是怎么没的？在场所有的人当中，只有你会医术，如果没有你帮忙，我儿子怎么会没的？你看，这个地上的药瓶是堕胎药，是陈景明亲手从口袋里面掏出来喂李梦瑶吃下去的，是他们两个亲手害死了你的孩子。你这个畜生，敢害了我的孩子，今天就让你给我陪葬！老公，你别信他的鬼话，在场除了他一个人会医术，还有谁会随身携带堕胎药？他就是提前准备好了，想嫁祸给我和表哥。不是我，张海涛，你仔细想想，在你晕倒之前，梦瑶一直哭着说保大不保小，她怎么可能突然改变主意，要保住孩子？好好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好好想想，这个孩子如果保下来了，谁会危险？梦瑶一直说自己的身体撑不住，要保大不保小。我跟你的儿子无冤无仇，我为什么要为了保他的命，害死你的孩子？我图什么？想活下来的人是他，
他为了自己能活命，亲手杀了你的儿子。不然你好好想想，你的儿子没了，他为什么还能好好的站在这儿，半点濒死的状态都没有？老公，你别信他的鬼话，他就是挑拨离间，想让我们夫妻反目。挑拨离间？你倒是说一说，我的儿子没了，你为什么还活得好好的？是他，势取之下，势之下逼我喂堕胎药，是他拿堕胎药逼我，说不吃就对我不客气，他还死了我们的孩子。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不光给他吃堕胎药，你还把一切责任归到我们身上。嫂嫂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对待，我自认我从未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，可你呢？你不仅害死我的孩子，还想让我们夫妻反目成仇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？给我儿子陪葬，今天谁也救不了你！许真夏，你的死期到了。等许之夏一死，许家的财产全是我的。不是我，我有证据，你的儿子不是我害的。老公，你别信他的，他就是在拖延时间逃跑，不许放了他。张海涛，杀人偿命，你杀了我，就是帮真凶灭口。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的儿子是他们两个联手害死的，他们想陷害我，然后再借你的手除掉我，最后再把你推下水。老公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们夫妻感情这么好，他就是在挑拨离间，逃避责任。少说花样，我看你就是想逃。我知道你不信，但是我有证据，如果我拿不出来的话，你再杀了我也不迟。敢不敢赌？行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拿出什么证据来。你要是敢跟我耍花样，我让你死得更难看。这个别墅有监控，你晕倒之后发生的事情调出来一看便知。我现在就去找房东。老公，他就是拖时间跑，你千万不要让他走。老婆，犯了错就要认，不要耍一些小聪明来逃避责任。我刚说要调监控，你们就阻拦我，怎么？怕监控里的猫腻藏不住？两个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心里有鬼？老公，我是怕他跑了呀，咱们儿子的仇还没报，不能让他溜了。没手也被他绕进去了。当务之急是偿命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夜长梦多，是你们怕真相败露了吧？张海涛，调个监控就能见分晓。你要是信他们，就等着给杀子仇人当枪使。老公，你别让他给跑了，让他跑了，咱们儿子的仇这辈子可都报不了了。他还这么小，他一个人该多孤单啊！许之夏，我现在就送你去救我儿子！这蠢货，听几句煽情的话就冲昏了头，迟早在这对狗男女手里。等等，我有证据！住手！我有证据！干什么？还想在我屋子里行凶？妹子，你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你让我查的监控，我全存在手机里了。我没事姐，多亏了你。证据就在这里，你自己看看。老公，你别去，他就是在拖延时间，这视频指不定是伪造的。是啊，这个女房东一直帮着许之夏，说不定是他俩弄的小计谋。这么怕我放视频，是不是这监控里面的画面戳中你们的痛处？只有心里有鬼的人才会想要拼命阻拦吧？我没有鬼，我是怕你跟我老公耍花招，我是怕你骗他。我跟你们素不相识，冤枉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倒是你们俩一唱一和的，拼命的阻止查看监控，分明就是做贼心虚。都给我滚！我看今天谁敢拦着！今天这个视频要是能证明他的清白，我第一个弄死你们！给我放！我倒要看看，我刚才晕倒的时候，你们背着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！
陈景明，你冷静点，打胎不是小事，万一你伤了梦瑶的身子，或者出了人命，我们都担当不起啊。妹夫要是醒了，你怎么跟他说？他这么想要这个孩子。表哥，快动手，别让嫂子碍事。张海涛随时可能会醒来。薛之夏，你再敢拦我一次，我一定会要你好看。要是我妹出了一点问题，我一定会找你的。这是堕胎药，把它吃了，吃了就没事了，孩子就没了，走时候你就不疼了。堕胎药，别放了，别放了！老公，这个视频是假的，是他伪造的。李梦瑶，你害死了我的孩子，那可是我的儿子。老公，我也不想呀，是我疼的，实在是受不了了，不然我怎么舍得？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这个孩子是我张家最后的独苗？你自己贪生怕死，却害死了我的孩子！我掐死你这个毒妇！海涛，你冷静一点，当时梦瑶太疼了，这也是无奈之举啊！无奈之举？那你提前准备好的堕胎药呢？怎么解释？陈景明，堕胎药是你喂的，你为什么会随身携带着堕胎药？你是不是早就想害死我的孩子？啊，老公，难道你非要拉我们来这么偏僻的地方旅游？车又刚好爆胎了，你又刚好准备了堕胎药，这一切都是你提前安排好的吗？陈景明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！妹夫，你别被他带偏了，许之夏才是伤害你儿子的真正凶手。堕胎药就是我从他的急救箱里拿出来的，而且也是他差点害得梦瑶摔倒，害她流产。老公，都是许之夏害的，是他把我推的，受了惊，孩子才会早产，孩子没了都是他的错，你要为我们的孩子报仇呀！是啊，如果他当时肯接生出来，说不定你的儿子就能平安生下来。你都已经抱上大儿子了，一切都是因为他见死不救。许之夏，你刚才为什么不救我孩子？你真是蠢得无可救药。这妹子一个康复科医生，怎么会懂计生？要是孩子真没保住，你们不得反咬他一口，说他故意杀人吗？张海涛，现在还被这对狗男女蒙骗在鼓里，他们联手演戏骗你，你倒好，把恩人当仇人。张海涛，你仔细看清楚，监控里面只有我在拼尽全力阻止他们堕胎，而堕胎药分明就是从陈敬明的口袋里掏出来的，这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算计。他们两个害死了你的儿子，再嫁祸给我，激怒你，杀了我，最后他们两个坐收渔翁之利。你胡说，全都是胡说八道！你就是想脱罪，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我和景明身上。老公，这可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我怎么舍得用他的命去算计别人呢？我疼他还来不及呢，老公。闭嘴！你这个毒妇！敢杀我孩子，让你偿命！让你偿命！让你赔罪！让你赔罪！老公，你快住手！景明快被打死了，我求求你，放手，快住手！那我就先掐死你，让你下去给我孩子陪葬！老公，你忘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了吗？你说过，有了孩子还是会一直疼我的。儿子没了，可是我还在呀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老公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想失去你，我就是太爱你了，才打掉的孩子，我想跟你共度余生。妹夫，我知道你刚刚失去了孩子，你很难过，但是以后陪你走到最后的是梦瑶啊，你不能因为一时执念放弃你们夫妻之间的情分啊。老婆，我刚才太冲动了，我不该对你发火。张海涛，你脑子是用来凑数的吗？你真的以为李梦瑶是因为爱你才打掉你的孩子？她分明就是早早偷吃了堕胎药，好趁着你那点爱子之心，
把我彻底铲除，然后再顺理成章的脱了我许家的家产。嫂嫂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一样敬重，掏心掏肺的对你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在你心里我竟然是如此不堪的人。亲姐妹，你在我面前装的姐妹情深，温婉懂事，背地里恨不得盼着张海涛把我掐死，好让你鸠占鹊巢，把所有的好处都攥在手里吧。他怎么会知道我的计划？不行，今天绝不能让他活着走出这个门。老婆，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你盼着有孩子，感觉到很委屈，但是你也不能因为嫉妒梦瑶，把所有的脏水都泼给他吧。嫂嫂，我知道你嫉妒我怀了儿子，可这个孩子也是你的亲外甥，他还没来得及去看看这个世界，就被你狠心无力赶尽杀绝，你的良心真的不会痛吗？都到这份上，还在演戏，看来不撕破脸皮是不行了。既然你们非要自导自演，那我就索性掀了这层遮羞布，看看谁能笑到最后。许之夏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真的因为嫉妒梦瑶怀了我的儿子，而对我尚未出世的孩子下死毒手？张海涛，你先摸摸自己的脑子吧，是不是被猪油蒙了心啊？你头上啊都绿成草原了，还在这被人当枪使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什么草原？你给我说清楚！我的意思很简单，他肚子里怀的种不是你的。许之夏，你简直血口喷人！你就是想喝醉，把脏水往我身上泼，可是你也不能编造出这样的谎言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老婆这么听话，一心一意对我好，她肚子里的孩子绝对是我的。许之夏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海涛一表人才，对我妹妹更是百般呵护，我妹妹怎么可能做出出轨这种事情？你为了逃避责任，居然编织出了这么恶意的谎言。对呀，老公，你这么帅气，这么疼我，我这辈子心里只有你一个人，我怎么可能爱别人，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呢？老公，你相信我，我求求你了。说得对，我这么高大威猛，我老婆怎么可能背叛我呢？许之夏，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。张海涛，我劝你长点脑子吧，你老婆怀的是我老公陈景明的孩子。许之夏，你简直是疯了！景明是我嫡亲的表哥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们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不堪的事情？许之夏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她可是我的亲表妹，我们是血浓于水的亲人。你居然为了编造一个污蔑的谎言，说我们是乱伦的情分，我看你啊，是真的疯了吧？亲表妹？谁家亲表妹大半夜在一起搂搂抱抱的？陈景明，敢做不敢认，你算什么男人？许之夏，你再给我胡说，小心我打死你！你给我住手！这姑娘不过是说了两句实话，你就这么急着动手灭口，这不是做贼心虚是什么？你个多管闲事的死老太婆，别给我多惹事啊！给我滚，否则我连你们一起打！我今天还就偏不让了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对狗男女能猖狂到什么时候！李梦瑶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你今天要是敢骗我，我饶不了你！老公，真的是你的孩子，我跟景明，他就是我的表哥，我跟他清清白白，你怎么能因为别人的挑唆就这样对我呢？我对你的忠心天地可见。这叫的可真够亲密的，一口一个景明，喊的比喊自己老公都顺口。梦瑶，你没事吧？景明，我没事，还好有你在。还说你们两个没什么，光天化日之下搂搂抱抱，一口一个梦瑶，一口一个景明，你们两个真是一对不知廉耻的奸夫淫妇！妹夫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。梦瑶刚刚流产，身体十分虚弱，我是怕她出事情我才扶她。老公，我刚失去了我们的孩子，身心俱疲，你怎么能因为外人的一句话就这样怀疑我呢？是啊，妹夫，她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亲骨肉，而且她为你遭受了那么大的罪，刚刚流产，
你自己的良心过得去吗？良心？你们也配谈良心？张海涛，你别被他们的戏码给骗了，我手里有他们出轨的证据。景明，等一会儿我就把许之夏叫出去，你就在外面守着，见机行事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，彻底翻不了身。宝贝，真是辛苦你了。等我铲除掉许之夏，吞并了许家的家产，我就跟他离婚。到时候我一定风风光光的把你娶进门，让你做名正言顺的陈太太。景明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这点苦不算什么，就是我们的孩子，这次肯定保不住。没关系的，一个孩子而已。等我们安稳下来，我们会生很多很多。但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接张海涛的时候，踢开许之夏这个绊脚石。别放，不准再放了！老公，你别信他，这个视频是假的，是许之夏合成的，他就是嫉妒我们，想毁了我们之间的感情。老公，你信我，我求你了。合成的？都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想骗我？李梦瑶，你竟然给我戴绿帽子，我杀了你！救命！救命！梦瑶，怎么样？景明，我好怕，我刚才差点就死了。你们两个人竟然瞒了我这么久，在我眼皮子底下给我戴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，真当我是傻子呀？我掐死你！我现在就让你和那个野种埋葬在地下，永世不得超生！可别在我的民宿里弄出人命来呀！景明，你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真是感人至深的爱情啊！李梦瑶，这个出轨、背叛、谋财害命的陈景明，你这么喜欢的话，那我就送给你好了，我就当是帮社会做垃圾分类了。陈景明，我们离婚，我成全你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能不能不跟我离婚？我现在还有你，我们真的不能离婚。离婚协议，明天我会拟好发给你。老婆，我错了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。老婆，我知道你现在还在气头上，我求求你，先不要生气。我和梦瑶的事是我鬼迷心窍，我求求你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老婆，我错了，你打我吧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装神气，你觉得我还会再相信你半个字吗？老婆，再信我一次好不好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离婚，不然我们之前做的事全都要白费了。嫂嫂，都怪我，是我不懂事，要怪就怪我好了。你不要跟景明哥生气，你们结婚3年的感情，怎么能说断就断了呢？老婆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离不开你啊！爱我？你口中的爱我，就是在我眼皮子底下和你的好妹妹苟合吗？老婆，我只是犯糊涂了一次，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，你就不能看我们夫妻一场3年的情分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怎么能这么狠心呢？你少拿那种烂大街的借口给自己洗白，你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求你了，我不想跟你离婚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陈景明，别在我面前装深情了，你那点小心思我一清二楚。你根本就不是舍不得我，你是舍不得许家的家产，舍不得我给你带来的一切。老婆，我和你结婚3年了，我对你怎么样你是知道的，我怎么可能冲着许家家产来呀？我当然清楚，以前是我瞎，才会被你这副伪善的面孔欺骗了整整3年。嫂嫂，你误会景明哥了，这3年他对你多么伤心，我们身边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。伯父伯母的生日，他提前半个月就准备，他对你的真心怎么可能是装的呢？我对你的爱天地可见，
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娶了你，我怎么可能算计这个家呀？天地可见，陈景明，你敢说你和我在一起，从来都没有对许家的公司打过主意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发誓，我和你结婚以来，我要是冲着许家的家产，我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发誓就不必了，毕竟像你这种人，连廉耻心都没有，又怎么会害怕天打雷劈呢？你说你爱我，那我问你，我跟你结婚3年，你为什么一次次溜进我爸的书房，偷看公司的财务报表？老婆，你说这个呀，我是想帮叔叔分担压力。叔叔年纪大了，现在对公司的事情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。我作为许家的女婿，我想看下财务报表，只是想了解一下公司的情况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是啊，嫂子，景明哥就是想帮叔叔阿姨分担一些。景明哥经常跟我说，他怕你太累了，想帮你扛一些。你怎么能因为这些事情就认为他是别有用心的呢？帮我爸妈分担？陈景明，你也配提起他们？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，我一清二楚。你巴不得他们早点死，好让你顺理成章的吞了许家的家产，坐享其成。老婆，那怎么可能啊？我对伯父伯母就当亲生父母一样，我怎么可能害他们呢？陈景明，你别演了，你接近我，哄骗我跟你结婚，从始至终就是一场冲着许家家产来的骗局。你做的那些龌龊事，别以为能瞒天过海。我没有，老婆，我真的没有。老婆，我出轨，我混蛋，是我的错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害他们，我对这个家真的没有一点坏心思啊！这一巴掌是我替我爸妈打的，他们对你掏心掏肺，视如己出，而你呢，对他们狼心狗肺，你只想着怎么算计他们，害他们。你这种白眼狼根本就不配提起他们。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我只是想帮你爸分担，从来没有别的坏心思。陈景明，你这种话骗3岁小孩还差不多。我问你，我爸的书房是有密码锁的，全家只有我爸妈还有我知道，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密码。你到底是怎么进去的？还是说你早就偷偷配好了钥匙，趁我们全家不注意，你就偷溜进我爸的书房翻找东西，你早就把我们许家的家底探得一清二楚了。我只是偶然看到叔叔说密码，我记了下来。我就是进去看了一下财务报表，我没有看别的东西啊。嫂子，你就原谅景明哥吧，他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啊。他是许家的女婿，想了解公司的事，也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撑起这个家呀。你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认为他是别有用心的呢？李梦瑶，你少在这装好人帮他说话，你肚子里的那点算盘我一清二楚。偶然看到的，那这个复印的报表是怎么回事？上面的标注你又怎么解释？你到底是想帮我爸分担，还是想探清我们许家的家底，好让你为以后的所作所为做铺垫啊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正是，我就是被你这副虚伪懦弱的嘴脸骗得团团转，最后落得家破人亡、坠楼惨死下场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让你再有任何翻身的机会。没有，陈景明，你最好考虑清楚再说话，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比你偷看财务报表严重的多。你要是再敢嘴硬，只会死得更惨。老婆，我真的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你和许家的事儿，是不是因为我和孟瑶的事，你才编造了一些谎言来污蔑我？我出轨，我的错，我愿意用我一辈子来弥补你，我只求你不要这么对我，好不好？陈景明，别在我面前演戏了，因为你的演技实在是太差了。从半年前开始，许家公司的账户上就有很多笔不明金额的转账，收款账户是一个叫王建军的人，这个人就是你的远房舅舅，对吧？你这个所谓的远房舅舅根本就是个无业游民，和许家的合作款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偷偷把款打到自己的私人账户上了？那是公司的合作款，王建军只是帮公司介绍了几个客户，那些是他的介绍费，我怎么可能转移公司的财产呢？你不要听别人误会我的话来冤枉我呀！正常的合作款，陈景明，你把我当傻子吗？
我早就查过了，这些转账记录都是在我爸妈出差，公司只有你一个人做主的时候才会出现。难道这些都是巧合吗？嫂嫂，肯定是查错了，景明哥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？他对公司忠心耿耿，怎么可能偷偷转移公司的财产？肯定是有人伪造了财务报表来威胁他。嫂子，你千万不能上当呀！忠心耿耿，他如果真的忠心，就不会和你勾搭在一起，也不会偷跑进我爸的书房，更加不会转移公司的资产。你们两个一丘之貉，别在我面前演双簧了，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还有你，别叫我嫂嫂，你不配。你是不是因为我和梦瑶的事，所以想要和我离婚，想让我净身出户，所以才找了一些证据来诬陷我的？陈景明，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情神不知鬼不觉的吗？我既然敢说，就一定拿得出证据。许之夏现在油盐不进，根本不信我半点话。不行就来硬的，只要回来他手机里的证据，再把他灭口，所有事都推到他身上。许家的家产照样是我的。证据？什么狗屁的证据？那些都是来陷害我的。你没有证据，那就是陷害我。手机给我，你手机里肯定准备了假证，我今天非得把这些东西都毁了。怎么，这就心急了？看来是我说中了你的心事，怕我把这些证据公之于众，让你身败名裂，牢底坐穿，对吗？之夏，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。你跟景明哥同床共枕3年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不了解吗？他怎么可能做这种吃里扒外的事情呢？李梦瑶，你口口声声说了解，可是你真的以为自己很了解陈景明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他是不是告诉你，他转移了500万的资产，还让你把这个钱留着，等到彻底除掉我之后，就娶你过门，跟你双宿双飞啊？他是不是没告诉你，他实际上偷偷转移了整整2000万的资产，剩下的1500万全部进入了他私人的口袋里，跟你李梦瑶没有半点关系。陈景明，你跟我实话实说，许之夏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到底从许家转走了多少钱？梦瑶，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他就是想挑拨离间，他想看我们俩反目成仇，然后他再渔翁得利。我根本不可能这么对你啊！挑拨？我这里有银行转账的明细，这里的每一份转账记录，金额都写得清清楚楚。要不要让我念出来听听，他到底偷偷藏了多少钱？这个是王建军亲口口供录音，你要不要好好听听？他是怎么说你心心念念的景明哥，让他帮忙走账转移资产，还答应给他50万的好处费，结果1分钱都没有给他。怎么会查得这么清楚？陈景明，你以为找个8竿子都打不着的远房舅舅来当幌子，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许家的财产？可是你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，我早就让房东给我爸的秘书打了电话，你所有的小动作，所有的罪证，早就一字不落地传到了我的手里。原来你真的在骗我！你说转移走的500万是留着让我们以后过日子，结果你偷偷藏了这么多钱，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娶我，对不对？梦瑶，你不要相信他说的鬼话。我是怕你太单纯了，所以我把那些钱怕给你弄出麻烦来，所以我替你存上了。我存着？陈景明，你拿我当相信小孩是不是？这件事情如果不是许之夏拆穿，你是不是打算瞒我一辈子？你根本就是拿我当枪使，用完了就扔。许之夏，这些证据又能说明什么？这些全都是一些流水账单，这些都可以找人伪造的呀。至于王建军的录音，根本不足为信，因为他就是个贪财的小人。你肯定是给了他好处，所以他才来反咬我一口。伪造？这些聊天记录都是从王建军的手机里导出来的，
上面带着你们的实名认证和聊天时间，这些证据足以让你牢底坐穿了。陈景明，你就是个骗子！为了你，我装作你表妹，在许之夏面前装乖卖巧，甚至为了配合你的计划，不惜打掉了我的孩子。你就是这样对我的。这才只是开始，上一世你们欠我的，欠我爸妈的，欠许家的，我会连本带利一点点全部讨回来。之夏，我们夫妻一场，何必赶尽杀绝呢？我可以把之前的那些钱全还回来，一分不留。我还可以辞去公司里所有职位，净身出户。只求你放过我，好不好？你们合谋杀害我的监控视频，还有转移资产的证据，我早就做了多重的加密备份，现在证据铁证如山，你们就准备好在牢里共度余生吧。之夏，这一切不是我的主意，是他逼我做的。陈景明，你说什么？这一切明明就是你提前计划好的，是你让我装作你表妹，去接近许之夏，去谋划许家的财产，竟然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。之夏，你信我，真的是李梦瑶，她早就贪图许家的财产了，一开始要我配合她，我没跟她说，后来她威胁我拿走我的一切保安品，我没办法，我才同意的嘞。陈景明，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勾引你了？明明是你用花言巧语骗我，你说会娶我的，你说让我做陈太太，我才答应配合你的。之夏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被这个女人迷惑了。你看在我们夫妻3年的情分上，你放过我吧，我愿意指认李梦瑶，只要你放过我就行。陈景明，你就算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李梦瑶身上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现在你们合谋想要杀害我的证据已经铁证如山了，就算你去指证他，也洗不掉自己的罪。之夏，嫂嫂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愿意把所有的事情，我愿意把所有的计划都说出来，只要放过我一次，求求你了。我刚失去了孩子，现在又被真心托付的人耍得团团转，被他抛弃。你也是女人，你会理解我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一次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好不好？放过你？那谁又来放过我呢？如果不是我早就发现了你的阴谋，我是不是早就被张海涛掐死了？不是的，之夏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害过你，这一切都是陈启明的计划，是他亲手扎爆了车胎，是他选了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别墅。这一切就是他的计划，他不只想害死你，他早就计划好了，等你死后就以丧偶女婿的身份顺理成章的接手许氏集团，等位置坐稳了，就设计把你爸妈赶出公司。你这个小贱人，你在那胡说什么呢？你再敢多说一个字，你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？不，你别信他的话，他在血口喷人。我没有这种想法。我胡说。当初不是你亲口跟我说的，只要事情做成了，就吞并许家的全部财产，让那2个老不死的自生自灭。怎么，你敢说不敢认？你这个贱人，你再敢胡编乱造污蔑我，信不信我打死你啊！陈景明，你这个畜生！为了你，我脸不要了，名声不要了，甚至打了自己的孩子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我跟你拼了！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了，我一定好好对你，我真的不想坐牢，老婆，我求你了，老婆。陈景明，你现在这副自私自利、毫无底线的嘴脸，真是令人作呕。之夏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一切都是陈景明的阴谋，是他故意蒙蔽，一时糊涂帮了他，我也是受害者呀。之夏，你放过我吧。你放屁！
这一切都是你挑起来的，是你设计计划流产陷害许之霞，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。陈景明，你个畜生！一到生死关头，你就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。你不是想跑吗？我就算死，也要拉个垫背的。都是你毁了我的一切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可能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？我掐死你！